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俄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让西方的这些专家们胆战心惊。中国发布解决乌克兰问题的12点和平方案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但是依然有一批访华人物坚信中国迟早会站到俄罗斯一边去。3月12号，外交官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跨界即将结束吗》。文章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与俄罗斯很相似，两国在外交上彼此支持，中国领导人还高度的评价普京，加上美国同时把中俄视为敌人，那么中国一定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在前段时间的分析和报道当中我们曾经指出来，美国政界对于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的立场的选择是非常担心的。他们担心中国彻底站到俄罗斯一边去，向俄罗斯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以及战略战术情报支持。这样的话，俄罗斯很快就能轻易地打败西方支持下的乌克兰，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而西方的图谋也将完全破产。正因为如此他们反复地向中国施加压力，想迫使中国表态不向俄罗斯出口武器装备。但是这篇报道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狭隘。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人陷入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在发动所谓反恐战争的时候就表示，世界各国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就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没有第三条道路。今天的美国政界想法也是一样，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他们认为要么就应该加入西方阵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和禁运，要么就是支持俄罗斯和美国为敌。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愿意在这两条道路之间二选一。他们虽然并不赞同俄罗斯动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问题，但是也不愿意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去。中国拥有同样的立场中国一向认为不应该动用武力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应该对俄罗斯的安全处境以及俄罗斯人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给予足够的理解和重视，并且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北约不断的东扩，严重威胁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俄罗斯不是中国，它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家影响力都已经远远不如苏联时代了，在和西方进行周旋的时候拿不出太多的筹码来，所以普京就按照俄罗斯人的文化传统选择了战争。俄罗斯的这种战争选择到底对不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中俄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没有影响两国人民之间的彼此的欣赏。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新中国一贯在国际事务中强调求同存异的原则。如果用这些思想方法来理解今天的中俄关系，那你会觉得非常的清晰，丝毫没有什么神秘感。但是相当多的西方人物对这种古老的中国思想完全没有认知，他们从来不愿意学习，也从来不愿意理解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按照西方的思维方式来推算，中俄在一些国际事务上达成了一致，中俄领导人还彼此赞赏，那么中国很快就会放弃中立，站到俄罗斯的阵营里去。西方不过是在等待靴子落地的时刻而已。关于乌克兰问题，现在看看谁的办法行得通，是西方的火上浇油，还是中国的息事宁人更有可行性？中国方案传播了和平的理念，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经对此做出了正面的评价。某些人脑子里面根深蒂固的东西太多了，中国的倡议他们认为是模糊战略，中国不表态呢，那就是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援助。做这些猜测的人实际上是在对自己施加催眠术，并因此而陷入惶惶不安。这或许是我们给反华分子的一点意外的打击吧。